接下来第三个就给你这个5个字的口诀哈，停、看、等、选、降哈，27种模式哈，有点复杂啦。我有表格哈，如果你不清楚的哈，你就往前面看哈，把那个图截图下来哈，然后去判断这台车呢到底要留不留哦。还是那句话哈，我再讲第4遍哈，泡水车灭顶，如果没有换主配线，他跟你说3万块以内可以修好哦，建议你呢换下一家哈，谢谢。大家好，欢迎回到这个频道哈。今天呢，录制这段节目呢，其实心情呢是有一点沉重哈。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以前的经验呢，但是呢，相对的呢，也会触碰到一些受灾户呢，他们心中最沉重哈，最不愿意再回忆的那一段哈。但是呢，基于呢能帮多少哈，就算多少的话。我还是决定录制这段节目提供以往的经验让大家如果遇到泡水车的时候，能够用简单的375减伤分类法不是375减租是375把车龄呢分为3年、7年、5年以及泡水程度3层、7层、5层总共呢9327 27种分类法呢。让你能够快速的了解说，你手中这台泡水车呢，到底是该报废，还是该修理还是说呢，要先丢着不管以往呢，迪赛哥呢，回想起来的时候，约莫是在10多年前迪赛哥呢，也跟着一些机车行善团也是在高雄也是这次水灾的受灾户同一个地区应该是在莫拉克台风那个时候呢，跟着机车行善团深入美浓的乡镇里面其实呢，如果有在车界跟车行打滚，就知道某一个地区呢，或是某一个县市呢，只要发生水灾、积水的时候，有没有汽车、机车都是泡成一片这个时候呢，就是什么缺人。缺料还有缺时间有时候车行老板蛮可怜的，这个也说他急着要用车，那个也说他急着要用车呢。问题他就是2只手、2只脚、2个眼睛而已再怎么快也是一台一台修呢。所以这个时候呢，他缺人帮他分类，缺料来帮他换所以有时候呢，你市区的机车行呢，他就会马上呢。跟材料行讲有多少料就送来给他他都吃下来所以呢，这个时候迪赛哥先跟大家分享第一个要件如果你的泡水车子泡水了之后，没有记住你车子的牌子赶快去找同一个牌子的机车行或是同一个牌子的经销商因为这个时候不是比谁的技术比较好是比谁的库存的材料比较多因为机车泡水，它会换的东西就是一样除了说换油、换火星塞之外呢，当然就是换 air clean 或者说一些会烧掉的保险丝甚至说皮带或是一些防水的料件。所以说，你去找同样的车行，你光阳就找光阳的机车行，三阳就找三阳，雅马哈就找雅马哈。洪家腾就找洪家腾你去找同样的，它的库存一定要多，你不要三阳跑去光阳，光阳跑去雅马哈，雅马哈再跑去一些什么综合都修的什么，就是通用的5大品牌它都修的其实那种5大品牌都修的有没有？它一定不会5种品牌它都库存零件它就是来一台，马上打电话，马上叫料，甚至于说材料就在它附近，他就骑摩托车自己去拿料。所以你的泡水车一旦去那边有没有？它绝对是没有料的啦。而且车子泡水之后有没有？大家都缺人、缺料、缺时间所以说，为什么10多年前迪赛哥会随着机车行善团深入美浓乡间去机车行那边帮忙就是因为物资送不进去机车行老板在那边每天看到的，不用每天就是。当天水灾的隔天一放晴之后，有没有？大家呢
就是把车子推去机车行老板那边为什么用推的呢？因为锁头有没有？有时候锁紧了之后有没有？一水灾之后有没有？现在要钥匙啊，上面都绑一些啾啾啊，绑一些娃娃啦，或是绑一些绒毛的啊。那个水灾一进来之后，那钥匙都不知道飘去哪里了啊，甚至于说那个钥匙孔啊，都被泥沙给塞进去了。有时候钥匙要插也插不到底啊。这变成说不是开玩笑呢，摩托车不是用牵的，都用那个手推车啊，还是用那个什么农用搬运车有没有？用载的载啦，用手就像在推那个垃圾一样推来，因为就锁头就锁死了，它就没办法牵过来啊。所以大家牵过来就是丢在那边呢。就是有一些泡水之后没有，它本来是正放，泡水到它就倒了啊，倒了之后没有，它就反正都已经倒了，倒那么久了，它就是像在推垃圾一样就推来这边啊。所以说摩托车行在那边有没有？我们为什么要去摩托车行那边送物资？为什么去经销商那边送物资？就是它缺料，我们如果料今天材料不帮他送进去有没有？他一个人在那边看着那100多台、200多台泡水车有没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他就算有通天的本领，没有料，他就是没，因为泡水这种东西就是耗材，就是烂掉，就是不能用，就是一定要换新的啊！你不换新的东西，不一层一层换上去，它后面就不知道说这个车到底能不能发动，对不对？火星塞 Air Clean 这个是一定要换掉的嘛，对不对？啊，机油或是齿轮，它可能库存够多，但是这种空气滤净器就不可能每一次库存个100-200个在那边嘛。所以说当初我们机车行算团到了机车行门口那边有没有？老板就说啊，来就来了哈，吃完晚餐再走哈。我们其实心里都有数啊，就是去那边帮忙处理了啊。所以说，老板说要吃晚餐我们不会很开心，说可以来吃晚餐表示呢这一拖可能要做到晚上，不晓得几点才能够回去所以说到了那边有没有？老板跟我们都有个概念，在那边讲一下以前的经验到那边知道没有？大家都自动分成4组第一组呢，有一个就是负责开马桶为什么要开马桶呢？因为你摩托车到了那边知道没有？有的有钥匙。有的没钥匙，有的钥匙只能插一半你今天你不把马桶打开有没有？马桶打开，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泡水车的关键接下来等一下会跟你讲，就说有一个负责就是把马桶他有办法手伸进去拉到那个钢索把它啪一下把它打开就打开有钥匙就有钥匙，没钥匙就算了反正就想办法先把马桶打开第二个呢，第二个就是负责换 Air Clean 把那个空气滤净器把它换掉第三个呢，就是负责换火星塞换火星塞的话没有，他顺便火星塞拆掉之后没有，顺便看看里面有没有积水如果里面有积水有没有，这个就是重伤害这个就是进加护病房这个就先不要管，就先丢去那边，因为那个就没有那么快了第四个呢，第四个就是说负责呢做初步的研判看，然后顺便如果说有电。还能够电发的话，先看会不会跳火。你本身火星塞换了能够跳火之后，会跳火，再来考虑会不会发动如果连跳火都不会跳火的话，就不要讲发动的事了所以说呢，我们那个时候也是有因为你已经马桶已经打开之后没有，我们就直接把置物箱拆开了。因为你马桶打开之后又关下来有没有？下一个又要开，不要等多久。所以说我们就是直接把置物箱那个坐垫前面那个钥匙孔螺丝孔把它拆掉坐垫就拆开了坐垫拆开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就可以顺便判断就跟第三个跟大家讲的375分类法泡水3层呢，泡水不到3层以内呢，就是说不严重的话，我们就是把马桶盖不要锁螺丝了就直接把它放回去就表示说这个是泡水3层如果泡水7层以上呢，就表示这个严重了进加护病房快插管了我们就把那个坐垫正插在马桶里面，就表示说这是泡水7层的灭顶的如果是泡水是5层左右，就是很尴尬那边的已经有进水，但是不晓得都多严重那个坐垫就倒插屁股朝下把它插下去，用这种放坐垫的方式呢，快速分类呢因为车子一直进来老板不可能说我先来处理那个灭顶那个灭顶一台处理下去，可能1天2天都不一定处理得好所以就是说。先做减伤分类
好处理的，不是说大家柿子挑软的吃，因为车子一直进来有没有？那个很严重的灭顶的，他大概车子丢了，他也不一定会拿回去了，可能他就是说我就丢你这边啦，能修就能修，不能修我也不要了。所以说你去修那个不要的车，不是浪费时间吗？因为大家都很急嘛。为什么迪赛哥今天说讲这一期心情会很沉重呢？其实呢，因为就是我们曾经深入乡间，有没有到那些偏乡的那些受灾户附近的车行帮忙，就会知道说，其实不是每个地方都像我们市区有没有？大家住高楼，或是说住透天的有没有？有2楼、3楼有没有？你的财产有分配在楼上，或是分配在2楼。如果你是住3楼的，你可能是1楼淹掉，你还有2/3的财产。如果是住2楼的，你还有1/2的财产。很多在偏乡、在山间里面有没有那些老先生那些老农民，这是一些原住民的朋友，他们可能就是住平房，就只有1层，他所有的家当就是在那1层，就只有1层而已，床也是在1楼，冰箱也是在1楼，车子也是在1楼，甚至他的存折、他的存款、保险箱什么都在1楼。当今天水淹进来之后，土石流进来之后，有没有他的所有的家当全部都淹了啊？有时候你水进来、土进来、石头进来，不是说我在原地开挖就可以找得到我的存折，找得到我的印章，找得到我的存款、我的保险箱，不是呢？今天冲进来的可能是2-3公里外的那些人的东西，你的东西已经又被冲到下游去，甚至讲难听点啊，被冲了大概你也挖不回来了啦，你也找不到了啦。所以说，他那些住平房、住1楼的人，一旦水或是那些泥土淹到窗户以上之后，有没有？大概所有的东西都报销了。所以说，它不是像我们今天说，你可能只要担心说我车子坏了怎么办，对不对？我冰箱你1楼，我冰箱坏了怎么办？甚至说我鞋柜泡水了，我那些纪念鞋、运动鞋，那些 Nike、New Balance、Puma 那些烂了怎么办？他们是所有的家当，甚至说我的冰箱。我今天要吃的东西，我1个礼拜要吃的东西，我的所有的现金存款，我的交通工具，连我的床都没有了。那种可怜的程度是说，我连下一餐要吃什么也没得吃，我连要睡哪里也没得睡，甚至我连1滴水都没办法喝得到，因为所有东西我眼睛睁开就是泥土，我全身也是都是泥土，全身都脏兮兮的那种。就像是人间炼狱一样，所以说为什么说讲这一期心情会很沉重，就是看过那种景象之后，你才会觉得水患的可怕。所以说我们的领导人就说，积水真的是生不如死，因为你积1层，跟你只有1层全部都积，那是心态上很大的不同。所以说吉赛哥为什么说今天就跟大家有机会的话，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机车如何去判断说这台车到底是要留不留，要修不修，然后修多少钱，之后能骑多久，大家有个心理的有一个打算，然后大概知道怎么做。所以说呢，迪赛哥今天跟大家分享是说，假如你的车子已经泡水之后，有没有先不要急着说把这台车复原因为你可能有一些朋友啊，或是亲戚。他还是有其他的车，可能暂时没有用到，没有，你就先借他的车来骑让自己的生活呢尽快恢复步调因为台风假可能1天2天像礼拜5的话，大家可能就要上班了6日大家再喘息一下，没有，礼拜1就要正常的生活你车子泡水了，车子也泡水，机车也泡水，你没有交通工具，上班一定有一定的难度嘛，所以说就是利用这几天有没有，你能够向亲友借一台车子来。借了这台车子来呢，接下来迪赛哥就给你这个5个字的口诀停看等选降什么叫做停看等选降呢？就是停，就是说这台车你就先把它停用了，不要再想说怎么要修它因为毕竟呢，泡水车要处理没有那么快，你想快机车行老板也快不起来，因为你只有1台，他门口可能100台至150台要处理所以说呢。你一定是要先把这台车先停起来看呢，就是说看看家里呢什么才是你最重要的
因为你今天泡水有没有？像我刚刚讲的那些农民，他可能所有的家当，他全部的财产都泡水了哦。那个话，机车他可能连看都不想看哦，他连吃饭都有问题哈、哦。然后他的存款到底要怎么领出来哈、哦？银行到底要他提供什么样的证明？那个都他个莫在修哦。所以说呢，你要看说你家里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哦，先去处理哈、哦。啊，等呢，等什么？就是说，既然你车子已经不管它了哈，要先停下来停用了之后，没有等就是等说，看看你有没有什么车厂或是什么车哈，你是比较想要的哈，看你先决定你是要买什么，看你要买光阳的，你要继续买光阳，三阳你要买三阳哈，雅马哈继续买雅马哈，你就先等哈，等看这3家车厂哈有没有什么优惠哈，因为现在哈泡水车有没有别人车损哈啊，车厂发大财哈。水灾是水灾哈，车厂表面上哈很关心大家哈，心里是暗爽说哇，这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哈。这个你说他赚灾难财吗？也可以这样讲，也可以不要这样讲啊。他如果不生产的话，没有，如果他还好，他生产设备可能没有受损呢。如果有一些南部的车厂，万一他生产设备受损，有没有？他想要加班生产，那个孔杯啊。要造孔杯啊，如果不会动，有没有？你车子要加工要生产出来都生产不出来呢。所以说呢，有时候你也要看那个车厂有没有。如果说，所以说车厂它不要，我们不要给他想说他赚灾难财啦，他能够生产出来，让我们能够有旧换新，有车可以买，这个也是要谢谢他啦。所以说你先等哦，看车厂有没有什么优惠，等他有优惠出来之后，没有选哈，就是选说。你选好了，你等到车厂这个优惠等到了啊，你要选看哪一台你要买的哈啊，这样就是说哈，我们已经受灾了有没有？已经是算受灾户哈，已经算是有因为水灾造成财产上面的损失有没有？这样就是说有补助，或者说我们把一些基金拿出来恢复我们灾后的损失有没有？车子就不要买那么好，先降阶哈。钱用在刀口上用在重要的事情上床买好一点车子能骑就好因为受灾之后大家心情都是很郁卒睡好一点让身心能够恢复健康车子有钱再赚再买好一点就好，所以说就不要买那么好了，有可以骑就好了接下来呢，第三个呢就跟大家解释什么叫做375减伤分类法那375减伤分类法呢，就是把车子受损的状况呢分成3层就是我们讲3层，就是说在脚踏板以下就是 Air Clean 以下，空气滤净器以下没有淹到的就叫做3层的，就叫做轻微的7层呢，就是说这个水呢大概已经淹到你的仪表板超过了就几乎灭顶了所以说这个就是重度伤害灭顶或者说几乎就是整台泡水，或者说你倒车你车子如果虽然说水没有那么高但是因为你可能一开始是停侧停停那个侧停没有停好，结果旁边的人开车过去那个水波浪一来把你的车给推翻了让倒车也算是灭顶的不是依水的高度，我是看你是泡到多少。侧躺的话，可能一个轮胎高，你可能就已经灭顶了这个算是7层5呢，5层的话，5的话，我会把它分成正负14.1也是接近55.9接6的话也是接近。这个要怎么分呢？就是以你的坐垫来分坐垫以下呢到 Air Clean 呢，这个算是5减1然后。坐垫以上呢，到仪表板这算是5+1就是64到6层之间就是5正负1的话，有没有？这个就是5层左右所以说3层、5层、7层以上呢，这是3753种的分类法。而这375 3种分类法呢，还要再附上还要再加成一个什么呢？依你的车龄你的车龄是3年、7年。5年的话没有呢，这个话也会影响你这台车到底是该留不留，该报废不报废，该修不修要修的话，几万块以内修的好算是值得投资的
比赛哥今天录这一段有没有？你后面呢都不要看哈，不要看也没关系哈。但是呢，你要记住我今天跟你讲的一个重点。如果你的车子今天是灭顶有没有？不管你是车子倒也好，或者说抛到那个仪表板以上啊，反正你就整台车都泡在水里3个小时，或是2个小时，或是至1个小时的话，有没有？你这台车如果你牵去给机车行老板跟他修，他跟你讲说3万块就搞定而且不用换主配线，有没有？我是建议你再多问一家看看看是不是一样这种讲法，有没有？理论上呢，机车界呢有一个潜规则，就是2:1法则，有没有？我的工钱跟我的利润听得懂吗？工钱跟我的利润我要占2个基数然后你的材料成本要占1个基数所以说，如果说以2:1法则来话，他跟你说3万块不用换主配线的话，有没有？他利润加工钱，他就已经扣掉2万了他剩下1万块要给你修这台摩托车，有没有？你觉得他能够买多少材料给你修啊？所以说，而且呢，你一台泡水车，灭顶的泡水车有没有？如果说不用换主配线，修完之后，你还能够稳稳当当像恢复正常，不要说100%了，能够恢复70%的话，有没有？那我觉得呢，你就是像 Tom Cruise 演的电影你如果能够不换主配线，能够泡水车，能够像以前一样有70%的功力、80%的功力的起的话，有没有？好，我讲到这里就好了不要挡人财路所谓的375呢，我刚刚前面这边有表格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70%以上呢，就是说你这台车倒车，或是说泡到仪表板以上就是灭顶了50%呢，50%就是说，为什么说刚刚迪赛哥前面跟大家讲说，为什么要拆开那个坐垫看拆开坐垫呢，可以看到2个地方，你可以看到马桶的下面马桶下面如果有水渍，有那个泥土的痕迹有没有？可是你坐垫打开之后，它坐垫其实大家坐垫上面有时候都会挖2个孔有的有孔，有的没孔，没关系反正没有孔，我们手会伸进去如果海绵是湿的，然后马桶底部有泥沙，那表示说水淹过马桶，就是淹过 air clean淹过脚踏板的下面都是淹了但是没有淹到坐垫这个就是我们判断这台车大概有淹过马桶，没有淹到坐垫，表示说下面都全淹了啦。但是如果你没有淹到坐垫的话，没有，你前车头前面那边的那些电子元件可能有一些可能不用换到，或是说你的那个像前面那些前大灯以上可能可以省一点钱但是你主配线还是要换的，因为已经淹超过脚踏板，就表示下面大概1/2都中了如果说你的坐垫已经湿了，然后马桶下面有积沙积水，有没有？那表示你这台车就顶多就是仪表板没有换而已下面几乎也全部要换了。所以说，打开马桶看坐垫有没有湿，只是评判说你是要换龙头以下前面那个前上盖有没有？就前胸盖里面的那些要不要换，只是判断这边的而已如果说3层呢，3层是说我们看那个脚踏板脚踏板如果你有放那个软垫或者说你有放那个防滑的你可以把它打开看脚踏板理论上都会有4颗或是说6颗螺丝我们会看那个螺丝孔旁边有没有积沙呢？如果螺丝孔上面有积沙，有没有表示水已经淹超过脚踏板了如果水淹超过脚踏板，你看这个车子的那个曲线那个水位图水如果淹到脚踏板之后，有没有代表你 air clean 已经进水了如果水淹到 air clean 有没有大概主配线以内大概全部那些下面全部都进水了那个就是要大修了不会省到钱的。所以说，如果你的螺丝孔没有螺丝孔，那是脚踏板的螺丝孔没有沙痕没有水的痕迹有没有？我们就是再往下看所以说为什么要有一个人去拆开 air clean 如果你的螺丝孔那4颗螺丝孔是没有沙子的，然后 air clean 拆开 air clean 下去摸有没有？air clean 没有积水，不会有积水的拿出来最终他妈底不会那么简单如果说，所以我们说不管有没有
积水有没有泡到我们就是 air clean 会打开马桶一定会打开，就是用判断的方式知道说这个车子要修到哪里，然后快速分类，然后让车厂的老板有没有能够赶快先处理一些好处理的啦，不好处理的或是要换车就旧换新，或是要丢垃圾堆的再推去旁边啦。就是说你的脚踏垫那4颗螺丝有没有？如果没有沙痕、没有水痕，然后 air clean 又是干的，有没有？那可能就是要恭喜你你算是最轻微的可能就淹到半颗螺丝如果再往下再探索有没有呢？我们会看避震器避震器下来那个耳座那个锁的那颗螺丝有没有？看那边有没有那个水痕、沙痕因为螺丝是最容易检查有没有积水、积沙的。如果说那个地方还没有也没有的话，有没有？那恭喜你你的水可能就只有积到半个轮胎高有没有？那个可能就是洗一洗然后 air clean 换掉，火星塞换掉可能大概你就可以脱困的这个车大概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当然了，那个传动盖要打开因为有些车子久了之后，你那个传动盖的那个防水胶有没有可能会有缝可能水会跑进，那个水跑进去有没有？传动那个部分可能就是要整理一下啦，或者是说有脏的东西你要把它清出来这个就是375的简单的分类法当然375这个泡水的程度我们分完之后，刚刚迪赛哥跟大家讲的，我们还是要以车龄的3年、7年、5年年份不同，泡水的程度不同，就会影响到我们这台车子要留不留，要修不修，要报废不报废再重申一遍如果有车行跟你讲，你的泡水车3万块以内修得好，不用换主配件建议你再去问另外一家我讲第2遍的不要挡人财路现在呢，我们先从7年看起因为7年这个比较严重讲也比较快因为几乎如果是泡水7成然后又是7年的车就是直接报废了不要再想了这个泡水如果是7成呢，就是将近灭顶了可能就剩下后视镜甚至连后视镜都已经淹掉，有没有？这个泡水7年的车，泡水7成的车呢，如果你是3年车的话，有没有？5万块，你当初买的新车是5万块以内，或是5万块左右的车第三个建议你就直接报废掉了，因为这个修起来不划算然后你的车产值也不到那边所以说你是泡水7成，然后你是3年左右的车，你当初买不到5万呢，就直接报废如果你当初买的车呢，3年车你买的是6万至9万左右，有没有？第三个建议如果摩托车行跟你报价是4万块左右，有没有？你可以考虑看要不要修然后修完之后有没有？如果你能够骑超过2年以上，有没有？就表示这台车可以继续骑下去了。可是如果你骑不到2年呢，问题又一堆出来，有没有？我建议你呢，还是早点停损能卖掉就卖掉或是说它就报废掉了所以说呢，为什么要录这个节目？说让你有一个心理，说我的车修到什么程度，多少钱我能够接受，然后修完之后我骑多久，能够确定说我这台车到底是不是康复了有没有从加护病房移到普通病房移到普通病房之后有没有健康出院的，就是看你这2年7成的状况另外呢，如果你是买10万到12万左右，就是旗舰车左右，有没有？你这种泡水车呢，你可能泡7成上，你可能要花5万块去修因为现在新车越来越贵车子贵表示它零件也贵因为你这种车就是零件就是跟车价成正比零件就是跟车价成正比所以说你买这么贵的车有没有？你大概要掏5万块以上以上我说的不是以下是以上来修这台车呢。所以说因为你是3年车嘛，所以说你花5万块来修车的话，有没有？如果能够骑2年以上，有没有？理论上 CP 值还可以所以我就建议说，你如果是3年车买10到12万，有没有？花5万块来修的话，你可以考虑看看骑个2年2年做基准2年没问题才表示这台车没问题如果修完之后2年之后还是问题一堆，有没有？
自己要有心理准备哈，就是没有完全脱离病房哦，可能偶尔还是要回去挂号看一下医生哦。啊，如果你是5年车呢，泡了70%以上有没有？5万块以上哈，5万块左右的车哈，报废哈；6到9万块的车也是报废哈；10到12万旗舰车有没有？你可能要修4万哦。为什么要修4万呢？为什么刚刚3年的车要修5万呢？5年的车反而要修4万呢？这个就是牵涉到买车的时程哦。你5年前买的车可能没有那么贵哈，所以而且时间过了久之后，没有那个材料的成本也会降一些哦，所以说修起来会比较便宜。说越接近近期买的车有没有料修的人少啦，啊叫料的人也少了，所以说它材料成本还没有降下来，所以说我们新车修的贵哈，啊旧车会越修越便宜哦。所以说呢，10到12万的车呢，如果是5年车有没有？大概就是修4万左右，可以考虑哈，然后骑2年哈，2年看看有没有脱离病房哈。另外呢，如果你是泡水70%，又是骑了7年的车有没有？5万块左右的车哈，报废了哈；6到9万块的车也报废了；10到12万的车呢，不要报废哈，或者不要报废呢？因为这个车哈还有一些剩余价值啊，所以说你如果是买旗舰车有没有像 DRG 啊，或是那个 NBCU 那种车啊 ，NBCU 可能没有那么早 ，DRG 可能有。你7年左右的车呢，你泡水的70%哦，可以建议你就是直接上网去拍卖，跟着那个呛工，我这个就是泡水车啦。啊，如果想要研究哈、开发哈，或者说你自己想要买回去。买报废车回去自己去看它要怎么玩的话，你可以去卖卖看啊。假设你卖超过6000块，有没有？比钛锹万金还有价值，你就可以把它卖掉了。啊，不然另外一台就就是自己有工具或有空间的话，有没有？你把零件拆一拆车子是泡水了啦，啊那个壳或是一些灯具或许还能用啦。那就是你把东西拆一拆，有没有能卖的看卖一卖看有没有？卖超过1万块也是比你报废的话。还好说而且呢，你零件卖一卖有没有？车子还是能够报废的，就是加减捞一些成本回来不要让自己那么难过接下来呢，我们就是看看那个，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第2阶段这个泡水5成它的3年、7年、5年车大家该怎么样的去抉择如果你的车呢是泡水5成刚刚第3个前面有讲过泡水5成就是以你的坐垫做为基准坐垫有湿的话，大概水都已经上升到你的那个接近仪表板的部分。如果坐垫没有湿的话，有没有就是马桶以内马桶要变成小水池坐垫没有湿这些坐垫有湿没湿只是省一个坐垫的钱的坐垫一个没有多少钱的，你只要泡水之后，我建议你车子如果泡水之后没有坐垫就是换掉了啦，不管你这个坐垫有没有湿你还是换，因为在那个积水的环境之内有没有你那个坐垫坐垫它那个是泡棉没有那么简单干那跑力的没有用所以说你只要是车子有泡水之后有没有那个坐垫都是一律换掉了啦，那个不要留了。不管它摸起来是干的还是坏的，那个一定会有味道一定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小生物跑进去，甚至这些脏东西跑进去你不换有没有做一做，改天屁股烂掉没有或屁股长虫那不是自讨苦吃吗？所以说你车子一旦只要泡过水有没有，就算它只有淹到脚踏板你那个坐垫我还是建议你换掉，那个就不要留了。所以说呢，你泡水5成你的车如果是3年内有没有5万块的车还是报废掉了不要留了6到9万块的车呢，你就是修4万修4万呢，因为刚刚讲了这个泡水它没有泡到，它没有灭顶你可能就是淹到那个马桶变成小水池这样子你6到9万的车呢，修4万呢，可以大概骑3年3年的话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没有要留不留再来决定如果是10到12万的车呢？就是修4万这车比较贵嘛，维修费也要比较贵修4万也是一样骑3年骑超过3年之后没有，你也算回本了啦，会使如果是泡水5成呢，然后你是5年左右的车呢，5万块左右的还是报废掉了不要留了，不用想了
6到9万的车呢，这个呢就是一个关键哦。你5年车，然后又泡水5成哦，这5+5哦的10啊哈，10就是已经在一个关键点了哦。这个时候，迪赛哥建议呢，你有2种做法。一种做法呢，就是呢，你先把车洗一洗哦，自己洗就好了，然后先去车行等摩托车行老板没有那么忙的时候，没有先去他有没有叫他帮你把机油、齿轮油，然后 Air Clean 哦都换掉，有没有？换掉这个不用太多钱，这3种大概加起来不用1000块哦。换掉之后有没有？你先发看哦，发得起来再决定要不要修理。啊，如果你发不起来之后没有，我建议你就报废掉了，因为5年的车你大概也骑了一段时间了，你大概手也痒哦，屁股也痒，也想换车了哦。所以说呢，不要再把钱盲目投资在这个泡水车上面。所以说你是5年的车，泡水又5成之后没有，就是先做一个简单维修之后，看能不能发。火星塞也可以顺便换啦，就是火星塞哈 ，Air Clean 哦，然后机油、齿轮油换掉之后没有，发看能发动哦，再来考虑要不要维修哦。啊，如果连发都发不起来没有，那就直接报废掉了。啊，另外呢，如果你是5年车，泡水5成，当初买的车价是在10万到12万左右，有没有？就是跟前面那个一样哦，就是修4万以内哦，能够接受哦，然后骑个2年之后，有没有？大概因为你已经5年车嘛，骑个2年之后，大概就已经7、8年了哈，这样子你也回本了啦。啊，如果这样子的话，就再来考虑说这台车以后呢，到底要不要继续留哈？理论上泡水车哈，再骑也没几年啦，就是说利用这1、2年时间哈，花点小钱有没有？然后让自己的生活哈回到正轨，然后过个2、3年之后，有喜欢的车或是有喜欢的机会，再去买一台新车哈。不要急着把车换新啊，把生活归位哈，然后把自己的步调回到正常哦，这个才是重要的。车跟钱都是身外之物哦，把健康顾好，这个才是最重要哦。老人家体会最多了哈。好，另外呢，如果你是泡水5成呢，然后你又是7年的车，有没有？这个已经超过那个10的那个杯的那个限制了，有没有？5万块呢，就是报废了哈。啊，6到9万块的车呢，就是跟刚刚上面一样哈，先洗车哦，然后基本耗材换一下哈，看能不能发动，不能发动呢，也是直接报废了哈，那个你就不要想了哈。啊，10到12万的车有没有？比较贵嘛，所以说你就是修5万块以内，你能够接受哦。啊，如果说你10到12万的车，如果你照上面的阶段跟前面那个6到9万看，如果你也是稍微清洁一下，有没有？保养一下也是不能发动的话，有没有？7年的车也是直接报废了，不要考虑了。5成的话，5成跟7成其实差不了多少，是差在前面那个车头那边可以少换一点东西而已哈。那些因为车头前面大概都是电子的东西，有没有？那个什么 ABS 什么那些都是贵的啦。啊，如果那边没有淹到的话，有没有？你能够省一些钱啊。讲到这边哦，第三个就再呼吁一下哈，主配线一定要换哦。为什么主配线一定要换呢？我就讲到这边呢，就顺便跟大家讲，机车的主配线呢，就像是人类的那个它的那个中枢神经哦，就是像你的脊椎一样哦。主配线呢，它不是说它因为它是前面比较小，然后后面越穿越大，越穿的就是越来越多插头嘛，所以主配线它不能说哦，我用那个热缩套管把它做完全密封嘛，它一定就是拿胶带这样一圈一圈这样缠嘛。所以说它不可能是完全密封，大家要记住一个重点，摩托车是防水，但是不能防积水，不能防泡水嘛。所以说你有时候我们这边讲，你现在去洗车场洗车最好就是由上往下这样子喷哈，不要这样子逆流把它往上喷，这样因为它是防降雨、防泼水、防雨水。它不是防积水，它不会防积水。你水如果从上面上去有没有？从下面往上有没有？淹上去的那种水就是整个进入线。所以说它主配线在厂商制造，它是像在缠那个什么？现在你的手受伤有没有在缠绷带这样一圈一圈这样？所以它是用那个什么绝缘胶带这样一圈圈缠啊。主配线那么长主配线蛮长的。有时候那台车主配线，你车子如果是
100公分，有没有？主配线这样绕来绕去，可能差不多150公分，所以它不可能一圈胶带缠得完嘛，它可能要花好几卷胶带去把它缠完嘛。所以它这样子缠，它主配线这样子缠有没有？它是防水。哦，不是像你手机那个防水呢，不是那个 IP 多少那个防水，它只是防泼水、防潮而已啦，所以它不是防积水。所以说，为什么主配线坏掉？它水一旦进入主配线，表示它也会进入那个插头，它那个供接母的那个插座嘛。啊，水一旦进入那个插座，有没有就会短路，甚至说有一些潮湿在里面。你主配线不换，你只这样子吹一吹、洗一洗，然后让它自然干。问题是那个线里面还是有水啊，那个插座里面也是有水，有泥沙。你今天是灭顶的车，有没有？你插座那个供跟母那个最会积沙积水里面的你那个东西你主配线不换掉的话，你不把它拔开不换掉的话，它没有办法干燥，它水还是积在那个插座。所以我为什么说主配线没有换，3万块以内，他跟你说泡水车可以修得好，建议就是再去换一家问看看没有那么简单没有那么好赚所以说你主配线一定要换掉所以你既然要换到主配线，为什么刚刚我在讲维修的费用没有再低于4万呢？因为你主配线要换掉，有没有？那个整台车几乎就拆掉了啦。所以说根本不可能会有4万块以内可以修理好泡水车的这么好康的事情的。所以说呢，你要修泡水车，就是要有心准备，就是我主配件一定要换掉，然后其他那些单元件那边有没有那些电子零件能留用不能留用，就看那个车行的老板，他如果电的功能强的，电的功力强的话，他可以帮你测这个东西，他那个电子零件那些 ABS 是一些其他那个什么 ECU 那个，如果他能够帮你测功能的话，有没有？这样可以让你少花一点冤枉钱如果他功力没有那么强，有没有？好了，不要讲太多了，不要挡人财路了知道的就知道了不知道的就是像我这样子分如果你真的很烦，就是报废掉而已啦，对不对？一不做二不休，3台换新车啦所以说好讲离太多，只是就是主配线一定要换你主配线不换，你那个插头没有拔开有没有？而且为什么说3年车、5年车、7年车有没有？依车龄的不同有没有？要不要报废？因为你3年车可能那些插座你都没有拔开嘛，所以说它是原厂出厂就插下去就插得很紧，有没有？而且没有拔开，没有那个松脱的间隙，都是新的跟新的当初插进是蛮紧的，所以它水要跑进去要积水要积沙就没有那么紧如果今天你东西是有换过液，里面有拔过，或是说你自己改车有没有？改车的人就是北盖嘛，北。接线有时候线正常要怎么接，要怎么搭接，要拨线剪它不用，它有时候它就是把插头拔开，把线搭在那个插头里面，再插进去先紧个先刚对不对？用把线接在那个接点，然后再硬插下去，这样子也是有电有讯号它也是可以这样改你要用传统的把那个主配线拨开，然后要去掉那个毛边，然后再搭线，然后再把它总铲。他搞干嘛？那个水插头那接上紧那个大家都会改。问题是这个改了之后没有？一泡水之后没有？你就知道说便宜行事带来的伤害就是在泡水车了懂得就懂了不懂的自己看着办了所以说呢，5年的车呢，就是大概照这个表这样处理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这个3年的车三层的泡水车不是3年三层的泡水车呢，在三层的泡水车呢，在3年、5年、7年的车呢，该怎么处理如果你是3年的新车，3年以内的新车，你泡水又只有3层恭喜你你的车呢大概能够恢复90%5万块左右的车呢，就是说呢，你把车洗一洗之后，有没有换完机油然后换完火星塞然后换完 Air Clean 之后，有没有能够发动呢？大概也不用修理了就继续骑了没有问题就没有问题了有问题再来处理6到9万的车呢，也是这样处理就是洗车换 Air Clean 换火星塞然后能够发动就继续骑了没喜欢怎样然后10到12万的车呢，也都一样就是说呢，你是3年以内的新车呢，大概你这个车的那个完整度都比较好
也没有拆东拆西。如果你有改装就不一样了哦。如果你都没有改装过的话，有没有3年左右的车，然后你泡水的程度就是在那个 Air Clean 没有湿，就是 Air Clean 以下的话，有没有大概就是车子洗一洗，有没有？然后基本的耗材换掉之后，能够发动，那就继续洗啊，不要想那么多了，多点问题开来处理啊。那如果你是5年左右的车呢，你泡水3成有没有？理论上呢，5年的车呢，你也进到有些耗材该换的哦，比如说你传动的部分也差不多要换的，那个前面那个挖弓啊，然后那个pulley呀、皮带呀，你也差不多要换的哈。你拆开之后有没有？你那一圈那个防水胶有没有？防水垫片也差不多要换的因为你积水，就算你 Air Clean 没有积到水，但是你那个传动大概整个都泡在水里面了哈。主配线可能没有中啦，但是你那个传动东西泡在水里面，就是说5年左右的车，然后你泡水3成，传动都已经进去了话，就趁这个时候有没有？就把传动里面该换的就换掉哈。所以说你就是6到9万块的车呢，如果你泡水5成的有没有？不，6到9万块的车呢，如果你是5年左右的车，泡水3成的话，有没有？就是大概花1万块基础保养一下能够发动的话，能起就 OK 了10到12万块也一样，因为传动车子不管你是3万块的车，不管你是5万块的车、9万块的车还是10万块，大概那个传动都差不多了。所以说你传动保养的话，你就是抓1万块左右基本的那个油水耗材换，你要知道没有？这样子继续起没有问题就继续起如果你是7年左右的车呢，你泡水3成有没有？因为你5万块的车的话，以5万块的车嘛，你已经骑了7年了可是你要泡过水因为7年的车，如果你是当初买5万有没有？产值也大概剩1万而已你又要换传动这边又要整理1万块的话，那1万跟1万就抵消掉了，就干脆就报废掉了，报废掉还可以旧换新还可以捞一些钱回来。所以说呢，你5年的5万块左右买的车有没有？你骑了7年，泡水3成还是把它报废掉如果你是6到9万块买的车呢，你骑了7年泡水3成的话有没有？你就是去估估看，如果老板说你换这些东西有没有？包括一些耗材换一换有没有？他是要2万块因为这个车的产值呢也大概剩2万所以你就去考虑一下如果你觉得说我对这个车就蛮有感情的，而且我暂时也不想要买其他的车，那你就修2万，然后再继续骑骑个2年也算是回本了就继续骑如果说你刚好就是心痒痒的本来想换车了，刚好又遇到泡水有没有？产值2万，修回2万那你就不要修了干脆就是直接把这台车卖给摩托厂老板或者是说呢，你就直接报废掉也可以因为你修要2万嘛，不如就直接报废掉了也是可以捞一些钱回来接下来呢，如果你是10到12万块左右的车其实也就跟那个6到9万块左右，因为车子已经骑了7年，有没有？大概后面开始要花大条的钱了要花大条的钱之前呢，刚好你遇到积水遇到泡水然后让你把这个要换车的时程呢往前面移所以变成说呢，你只是提早换车你终究要换车不如趁泡水的时候就换车所以说，如果车行老板给你报2万左右的话，没有，我是觉得你就直接就是报废掉了直接就换车了如果说它的金额可以把你压的比较低在1万块左右或许你就可以考虑那我就1万块修一修有没有？然后再继续骑个1-2年。如果你在没有很想要换车的前提之下，你可以花1万块左右去修车了如果你蛮想要换车的，然后车行老板又给你报2万块有没有？那我就建议只要说7年左右的车，只要一修到2万块左右有没有？我建议你就是直接报废掉了就不要留了以上呢就是迪赛哥呢给大家提供的27种模式有点复杂啦我有表格如果你不清楚的你就往前面看把那个截图下来然后去判断这台车呢到底要留不留还是那句话我再讲第4遍泡水车灭顶，如果没有换主配线，他跟你说3万块以内可以修好建议你呢换下一家谢谢。